之前恒王殿下曾向王上表示过，现在国库银两短缺，王上您还下令让恒王殿下去查抄一些贪官要员。现在有些时日过去了，王上，您可看到1分银子？王兄，臣弟冤枉啊！哼，冤不冤枉，去你府上看看不就知道了。那边，州长，快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州长，这边，你们几个这边，快点，这边，快，来这边，找到了，在这儿，快，快，快！恒帝呀，富可敌国呀！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总不至于说，是别人偷偷放入你府中的吧？皇兄饶命啊！臣弟当真不知这些金银从哪儿来的。皇兄明察，这一定是他和太子勾结陷害我。皇兄。你是说本王眼睛瞎了，脑子坏了，甚至分辨不出你是不是被人陷害了？不是，这些都是天煞国库里的存银，没几个人能碰到这些银子。你帮着本王管账，倒当真近水楼台啊！皇兄饶命啊！皇兄冤枉！臣弟这些年是捞了些油水，但是没有这么多啊！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，一定有人陷害我呀！皇兄，禀王上，地窖下面还有一层，藏着兵弩、战甲和火器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皇兄，恒帝啊！你我一母所生，本王一直以为，就算别人都会犯，你不会。看来我是真的想错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这王位我做的，你便也做的？没有。你是不是觉得挑唆我杀光自己的异母兄弟，你再起兵造反，这样就师出有名了？这些年我给你的还不够多吗？该给的我都给了，你还是贪心不足啊！你这样，比起旁人，更是可恨。押下去，手监天牢。是。不要！皇兄不要！皇兄不要！皇兄！皇兄！皇上，请您责罚我吧。你犯了何事？我为何罚你？皇上一定是觉得很多事情吾到今天才说，一定是因为我与太子有勾结，一定是觉得我有图谋。难道不是吗？臣没有半点图谋，臣心里有的只是日日的煎熬。臣之所以知道这些，完全是因为太子信任我。身为隐卫，就算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要了，但是不能出卖主子。但臣现在已经是王上座前的真武将军了，皇上您对臣那么好，那么大的恩情，臣怎么能辜负您的器重？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恒王加害于您？
虽然这段时日里，看着我意气风发，但我日日心中都饱受着煎熬。臣一边想着不能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，一边又想着皇上您的安危。今日实在是因为恒王他步步紧逼，臣不得已才将这些真相说了出来。只是臣也知道，这些真相一旦说出来，臣就跟太子他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了。皇上，你也不再相信我了。罢了，臣今日说出这些，能换得王上的安危，也算是报得王上知遇之恩了。就算是之后奸腐骂名，臣也认了。臣只求王上开恩，可以让臣在这盘都之中有一栖身之所。就算臣以后不能日日伴在王上身边，但至少臣可以看着盘都王宫内，想着王上的风华绝代，聊此残生，臣也足矣了。哎，来，你行为本王，本王又岂是那种黑白不分的昏君？你身为上阳宫隐卫，倘若不是今日之事，本王恐怕还真不敢重用你。王上，您如今你跟长孙无极彻底决裂，又护驾有功，除奸有功，还替本王充盈了国库，这么大的功劳，本王岂会降罪于你？本王要赏，大大有赏。谢王上。着真武大将军江峰接管天煞之京，即日统御军中，号令王城，特授1等镇国将军、1等护国侯衔。恒王蓄谋叛国，私藏军火，侵吞库营，祸国殃民，实为社稷之害，最难饶恕。念及王室宗亲，特予以全尸，赐毒酒1壶，自行了断。恒王所领军机要务，皆由真武将军暂为接管，不得有误。干得漂亮啊！辛苦你在恒王府里待了几天。师傅，哪是徒儿一个人的功劳啊？要不是你早早把人安排在恒王府，这栽赃嫁祸的事儿成不了。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？哎，这如今干掉一个恒王，不知道战将军那边情况如何？谢谢。站好，慢点。还想歇会儿，再坐会儿。来。你没事吧？你在想什么呀？冰原一战是你第2次救我，我永生难忘。前面就是戈雅沙漠了，但是我必须进去。我要杀回盘都，重夺王位。但是这一路太危险了，我怕你。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会跟着你。戈雅沙漠也好，杀回盘都也好，只要有你在的地方，我都会永远的陪着你，永远。
年最得势的恒王府也成了贼窝，往后咱们谭都城啊，再也不会有什么不倒王爷了。贪了上面银子，还藏着军火，这样的罪名，10个恒王也扛不住。宫里派了人到处在抓恒王余孽呢，不知道还得牵连多少人啊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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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终于愿意来见我了。完了！我求饶命！我求饶命啊！我求饶命！王上说，你虽私藏谋逆之心，罪不可恕，但终归是尽忠多年，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所以特意让我来送你一程。是王兄怕我没有死透，让你来监刑吧。我这一生活得比谁都小心谨慎，生怕招来杀身之祸，没想到还是难逃一死。与其蒙冤而死，倒不如真的反了。兴许还能拼出一条活路。也是，我一直知道王兄的心性脾气，就算逃过这回，也难以善终。与其说是你陷害了我，倒不如说王兄早就对我有了忌惮之心。今日这番下场，哼，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洪王能想清楚这些，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报应啊！这些年，为了保命，我亲手杀死了我3位手足，愧对战士列祖，早就死有余辜。今日就当以死谢罪吧。你的妻小，我会护他们周全，你安心去吧。难道那就是杭角古城吗？拉劫我的手，无论如何不能松开，明白吗？嗯。撤！
堂堂的太渊王，孤身潜入天煞，该不会只是惦记我这位兄长吧？我来找一个人。齐越，你见到他了？他现在人在何处？我听说他为了找你，参加了天煞之间的选拔。是。那他有没有受伤？他现在在何处？你到底要被他们父女摆弄到什么时候？我只是放心不下他。只是因为他吗？不是因为齐震逃离了困境，你遍寻不得，才追到了天煞。这些你都知道了。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这一切到底怎么发生的？我一开始把齐震关入了天牢，前几天他突然病倒，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。齐云就来找我，说要照顾他父亲最后一程。我一时心软，便答应了。你不但答应了，你还将那老东西提出了大牢，送进别院，还请御医给他医治。我一开始以为他只是苟延残喘，心里也没有那么大的防备。可谁能想到，这老东西竟然用了逃脱之计。你连一个齐运都看不住，哪来的自信看住齐震啊？你把他看作是养育你的义父，他看你不过是夺走他王位的该死之人。只怕他如今正躲在暗处，随时准备取了你的性命。他根本不是这样的。这是他临走之前给我留下的信，你看一眼。将军，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隐军的踪迹。所有人马，原地休整，就是等，我们也要把他等来。是。齐震说，当年不顾一切的找龙鳞甲，是为了保住齐云的性命。你也知道，齐云没了龙鳞甲，根本活不了。还有呢？齐震还说，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此次出逃，就是为了去寻找齐云。他说，就算他们父女俩都搭上性命，也要帮我们轩辕族归还回龙鳞甲。他说，这比跟轩辕王室的旧账也该做个了结了。是吗？可是齐震说的话，我一句也不信。他已经没了兵力，也没了亲信，就算是跑了，又能怎样？他当年多么大的势力，还是没能得到太原王位，这如今更不可能了。我只是担心，他万一心灰意冷，伤了齐运。齐震太了解你了，他这样做，只是利用你的妇人之仁，利用你对齐运的感情。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吗？他是运儿的父亲，运儿可是他的女儿。齐震是不是已经找上你了？也好，反正我迟早也要找他，我便随你一同去，把当初没做完的做完。长孙无极这么细心护着你，我还当是谁呢？
原来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。你跟无极是什么关系？无极，喊得好亲热呀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？也罢，我确实懒得问。哎，谁允许你走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杀我？我杀你做什么？我有话让你带给长孙无极，我们师尊有话问他，你让他仔细听着。既然是你们师尊有话要跟无极说，你亲口跟他说便是。这忙我就不帮你了。我让你做什么，你便做什么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别找麻烦了，快点回家吧，孩子。你竟敢说我是个孩子！我偏不要你护着他！没事。疼吗？闹够了没？不就是一点皮肉伤吗？同门随意伤人，看来我这穹苍大弟子该好好管教。你竟然对我使用禁法！以后别在他面前出现了。走。你将来死在他的手里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这郎中的药还真管用，都不疼了呢。毕竟是在我眼前受了伤，是我的错。你说什么呢？跟我们经历的事情比起来，这一点小伤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哎，不过今天那个丫头到底是谁啊？她为什么这么针对我？他叫太炎，是飞燕店主的徒弟。飞燕店主？我师父是穹苍上尊天机，司管长青殿。飞燕店主虽与我们同为一脉，却鲜少有往来。可毕竟同在穹苍，算起来我还得叫他一声师叔。所以太炎算是我在穹苍的师妹，她胡搅蛮缠惯了，也不是在针对你，你可千万不要介意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？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去穹苍学艺10年呢？我不知道，这算不算是一种逃避，亦或者是我更想证明自己。没有人逼我去穹苍，是我自己做的决定。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10年，因为我有不敢面对的事。如果你信任我的话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去面对。这是得从我父皇和我母后的联姻说起。当初这对旁人看起来郎才女貌、天作之合，可并非想象中那么圆满。因为当时我母后心里已有了所爱之人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我从未想过要跟长孙炯争什么。长孙家，是德王。他是你的皇叔。我不知道上一辈的人究竟发生了些什么。明明2个人彼此相爱，可母后最后却嫁给了父皇。我更不明白，
既然做了这样的决定，但又为何与德王藕断丝连，其父皇又涉及于不顾？这些你一直都知道。既然之前发生的事情已经改变不了了，就不要把它堵在心里了。别拿之前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若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也许我不会这样为难自己。可我是天权的太子啊！每当我面对父皇的时候，就会想到那些不堪的事。我们已经在这守了2天了，连隐军的影子也没看见。他们真的会出现吗？眼下，他们是我们唯一的选择，我们只有等，等到他们出现。不管等多久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过来，冷吗？不冷，只是觉得这里好冷清啊。除了风沙声，这里一点人气都没有。五哥哥，你说过这些隐军原来也是黑风旗，是。他们是背叛了5州才会成这样。可这是为什么呀？就是为了这座夯郊古城。为了这座城？别看夯郊古城如今已经破败了，当年传说这地下藏着无尽的财宝，就算绝5州之力都换不来。他们便是被这些东西扰了心智。为了金银珠宝就扰了心智，这也太容易被迷惑了吧？这夯郊古城自古就带着幻术，那些珍宝更是被神力加附，咱们这些凡人根本就碰不得。一旦被其蛊惑，就必须背负着不可回转的诅咒。永远无法离开戈雅吗？对，正是因为他们的背叛，夯郊城内数10万百姓白白送了性命。穹苍为了处罚他们，将他们世代都禁锢在此。如果没有人为他们破开封印，他们将世代饱受折磨。所以，你拼了命都要去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太子。一来是赎你母妃的罪，二来是让你父皇知道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你都是他们最优秀的儿子。是啊，所以我不敢有一丝丝的懈怠，因为只有我才知道这天权的太子之位有多重，不想让父皇有任何一点失望或不满。
那我又何尝不庆幸能遇到一位与我并肩的人，可以与我一同经历风雨。这些隐军啊，你想，他们被迷了心智，成了叛徒，穹苍大战之后又都败了，这都几千年过去了，一点好日子都没有过上。世世代代背负骂名也就算了，可是连回家一次都是奢望，这该多可怜啊！我想啊，他们肯定不希望被这样耗着，应该也希望能早点得到解脱。既然选择了背叛，那就必须要受到惩罚。可这都几千年过去了，再大的惩罚，也应该受够了呀。五哥哥，你说过，苍龙在野剑是可以牵制他们的。那有没有办法可以解救他们呀？没错，尹君是因为背叛才遭此诅咒。当我以苍龙在野剑再起一次誓言，或许能让他们重新履行诺言，让他们重新履行诺言。来，吃着喝着啊！来，吃。来，哟，宗先生，这么早就出去啊？躺在屋里的是我弟弟，他之前赶路有些操劳，你千万别吵醒他。好嘞，先生放心。你说的对，齐震养了你18年，这份恩情，你不能装作从不记得。我的出现，对你而言却全是痛苦和仇恨。但灭门的血海深仇，你不可忘记。你的仁慈对于太渊的百姓而言是幸事，对于你我死去的父母却是不孝。我知道，这些对你都是煎熬和为难。既然我是你兄长，那你不愿意面对的那些血腥和肮脏，就由我来帮你了结吧。我这条命本就是借来的，不足为惜。可你要记得太渊轩辕氏族的荣耀。身为太渊之王，定要为太渊尽忠，为万民谋福。如此，我轩辕月死而无憾。我以苍龙在野剑的名义，召唤五州黑风旗将士。苍龙在野，御风撑旗！苍龙在野，御风撑旗！将军，他们来了！康郊古城，也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你们在这儿，我自然该来。你是谁？不认识我？难道还不认识这把剑？周老太师，是我的外祖父。
这不可能。我战北野，是天煞剑河王之子，周老太师唯一的后人。我能操纵这把剑，就说明了一切。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？你们来做什么？我来取回你们的承诺。取回？哼，我们对你没有承诺。但你们对他立下过誓言，苍龙出世，黑风起必将誓死追随。即便你拿着苍龙在野剑，即便你是战家和周家的后人又如何？我们早就被五州抛弃了，再也不想被你们的欲望驱使。你没有资格命令我们。所以你们宁愿被困在这里。你们都是五州的子民，祖祖辈辈都签下过生死契约，说要誓死追随，效忠王庭。我不知道1000年前到底是什么样的诱惑，但我知道，你们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人，不该畏首畏尾的被困在这个不毛之地。你们想过没有？这种摧残尊严的折磨是没有尽头的。世间虽然有太多的不堪和缺憾，可我们依然在不断的前行，不断的在为五州生灵而战。可你们呢？宁愿被困在这里，眼睁睁的看着百姓受苦吗？这枚鲜红的剑神之木，见证了每一位黑风旗许下誓言的瞬间，为天煞而战，为冰原的百姓而战。这些话，你们都忘了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们的力量。如今五州危机四起，天煞更是昏君当道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我要你们为天煞子民而战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们只能相信我。我以苍龙在野剑的名义起誓，只要你们跟随我铲除昏君，匡扶正室，还天煞一份安定，我愿意用天煞双向帮你们解除禁锢。杭角古城的封印只有我一人能够解开，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。你们必须相信他。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信守承诺的男人。他是不会骗你们的。我们相信你。我要你们用生命起誓。我答应你，将军不能死啊！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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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！这里有你们什么事？我只要女人，用她的生命来献祭，只有她以死献祭，我们才会为你而战。你休想！那我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。等等，我答应你。不！我不允许你这么做。五哥哥，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放手吧。不！放开我！我不允许你这么做！将军！你们给我听着，我是战氏和周氏的后裔，这是我一人之事，不关旁人。如果真要用性命来起誓，那我的命你们拿去，但是你们要信守承诺，我要你们铲除昏君，还天下太平。
将军！只因是你让命中注定毁了手，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了救。风吸引着另一场风暴失了控，错引起了另一遭错过扑了空，眼底漫游爱恨捉弄，迈过纸上的渴求。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，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，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，但你照进我的窗口。只因是你让命中注定毁了手，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了救。眼底漫游爱恨捉弄，迈过世上的渴求。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，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，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，